可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虚念功。我也有一招向你讨教。 确是一条金龙。金龙变！真是个霸道的武功啊！不用兵器，不用拳掌，只靠自己的内力真气来对敌。见识了，你比当年我见到的百里东军还要强。哼，只可惜姬若风太懒了，多年没有发过5把，不然我也想知道，和百里东军那家伙现在孰强孰弱。不过，你在提到我们那位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太过冷淡了？ 你就不怕他死了？他不会死的。为何？你就这么有把握？因为打伤他的是我，他的武功全废了，却没有性命之忧。然而没有武功的他，必然不会参与到这场争斗中，所以，他不会死的。说的也有道理。还打吗？ 方才我的话没有说完。虽然你比当年的百里东军还要强了，但是依然打不过我。这便是真正的虚念功第9重了。 听说只有师傅亲历，才能打得过的境界。很可惜，李先生不会来了，因为他和我一样，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我们都对这个北离很失望。哦，昔日的天启城朱雀使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当我成了朱雀使的那一天，我以为。 会通过我们的努力，会使北离变得不一样。等到我们守护的那个人的哥哥坐上了龙椅，我才发现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的循环。所以我离开了天启，回到了雪域。但是，这不能成为我们毁掉北离的理由。 只有摧毁，才能重建。为了重建，又有多少人需要流血啊？我已经流了，他们也该付出点什么。行了，走吧。这都是今早刚打上来的。站住！可以啊，来挑一个。你们几个在这干嘛？狼牙，冒犯了，走。师兄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记得上次离岛前，可不是这般景象。我们跟男爵的战争已经开始，自然是要比以往
言谢了。二师兄，小师兄，人呢？我已经带来了。战事吃紧，长话短说，尤其是你。哎，好你个刘越，我好歹是师兄，你给不给面子啊？东君，上一次天启城一别，我就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后来我和军中的军士们说起，他们说，像我们这种上阵杀敌的人，不能说这样的话。说了这样的话，就像是立了一面旗帜，最终这面旗帜将会插在我的坟头。可是我是不信的。你看，如今我说我们会再见，我们这不是见面了吗？你啊，成了冠绝榜上的高手，而我成了北离赫赫有名的大将军。这样的重逢，我觉得很好。哇，嘿嘿，是不是成熟很多？嘿嘿，是。行了，我们时间不多，说点有用的话吧。真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二位师兄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本来要去南绝边境，后来得了柳月师兄的消息，说你们近日要停靠东极海市府，特地赶过来见你一面。许久未见，真应该好好喝上一杯才是。下次吧。二位专程绕道来看我，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同我说吧？是。南绝犯我边境，绝非偶然。如今西面魔族猖獗，北面的蛮族亦是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如今北离的处境，真可谓是四面楚歌呀。西面有你父亲镇守，我们也马上奔赴南面。但是有的人，军队是拦不住的。东君，我想拜托你。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就这么信任我？正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相信你绝对不会让他一错再错。东君，我需要你的一个承诺。好啊，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这个承诺。你呀，还是这么不尊重你的小师兄啊，大哥。哼，跳，跳。哎，你也叫一声啊。我还真得叫你一声大哥。我之前以为你死了，我没日没夜我睡不着啊。你去天启城之前，你娘亲给我下了毒，你要死了我也得死啊。那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便给你解药。大哥，哎，你还真信了呀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要死早就死了。我娘亲是骗你的，雷梦莎小弟弟。告辞。驾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期待我们重逢的那一天，我是不会死在南绝的战场上的。驾！
学堂李先生座下弟子百里东君，定不辱使命。云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听说呀，2月之前，男爵10万大军压境，不出7天，便夺了我们10座城池啊！幸亏琅琊王及时赶到。 不然他们一定会一路北上，直取皇城啊！这形势也是令人担忧，担忧啊！我们南城离北境、离皇都都那么远，总兵大人又何须担心呀？啊，这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要随时准备提刀策马，上阵杀敌。今日我就上书一封，恳请总督大人。 让我领兵1万，直奔男爵，以为天下之表率。南安城总兵部下不过600，还都是些守城的兵。谁人如此大胆，妄议上官？在下谢轩，乃一介书生，途经南安城，被一场雨困在了这里。你刚才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南安城的兵不行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不是你的兵不行，是你不行。大胆！ 你个小小的书生，竟敢挑衅总兵大人！大人不降，难道你降？书生，我知道你们这帮人自命清高，可带兵打仗，不比纸上谈兵说说而已啊。比如说，你会用剑吗？我读过很多剑谱，我还读过《孙子兵法》呢。 都是些绝世的剑谱。书生，你若会用剑，今日本将军便饶了你；否则，严惩不贷。我的小师叔曾经说过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握剑。虽然我嗤之以鼻，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若当真有一天我真的握剑。 会是怎样一柄好剑？唉，没想到是这样一柄平平无奇，甚至有点俗气的剑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天下从不缺名剑，缺的是名剑士。大人，刚才外面的雨好像停了那么一瞬。 你的剑太久没用，连一道剑气都撑不住。剑仙，仙，一剑便成仙了吗？可惜，你说了不算啊。乱世如雨，落下来的时候，谁也躲不开，便只能入世了。明德7年冬，男爵北上，北蛮临江，西域不安。次年立春，魔教正式东征，进犯中原武林。朝上有琅琊王萧若风率军南下抵抗男爵，蜀中唐门弟子唐连月被其揽于帐下。柱国将军雷梦沙改道向北，御敌国门之外。八公子之柳月、清歌、墨尘前去相助。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镇守国之西门。朝下，百里东军重归雪月城，为正道魁首，领中原武林抵御魔教。
这边可真冷啊！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子。舒服。你说说你，都是冠绝榜上的高手了，怎么真气运转一下，还抵不住这点寒气？那多没意思啊！春夏秋冬，寒来暑往，总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，那才是真实的活着嘛。今天可是新年啊！司空长风那家伙这几个月在外面东奔西跑的打架，都没来得及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说今日定来和我相聚，怎么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！哟，这么巧啊！这种日子呀，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，简直赛过神仙。哎，司空长风，几年不见，这就是你对你师兄的礼说？百里东君，几年不见，不喝热酒，改喝热汤修身养性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饺子好了没有。你要的酒自然是有的。今天是新年，我特意多备了几坛，不醉不归。那我可要最好的那种。七盏星夜酒有没有？我可好多年没喝了，天天想着念。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行，回雪月城我请你喝。行吧。你怎么给他涂了一层黑漆啊？什么审美？这好好的银月枪让你给糟蹋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是雪月城长老送我的枪，本身就是乌金色的。枪倒是个好枪，不过看着也没比银月枪强多少啊。用顺的枪为何要换？你难道没有听说我与叶鼎之对阵的事吗？自然是听说了。雪月城第3城主司空长风与魔教教主大战了一场，略占下风，全身而退。还略占下风，损不损呀你？不过这故事没说完，我虽然全身而退，但枪断了。那天，我使出了平生最强的一式金龙鞭，可叶鼎之却只用了1招，就把我的枪给打断了，连带着我吐了3斤的血呀！得亏我当年莫名其妙陪你抢了一次亲，结下来的情谊，才没有把命留在那儿。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吗？这么说吧，我平生所见之人，只有1人比他强。师傅。对。不过师傅施展全部功力时的感觉，和叶鼎之的不一样，很奇怪，形容不上来。想那么多做什么？到时候以剑试之，不就知道了。二师妹，你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还故意压低嗓音，下次好歹披个面纱什么的，像柳月师兄那样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一见面大师兄你就嘲笑我，早知道我便不来这里了，还不如多教训几个魔教的恶人。我哪敢嘲笑你啊！快坐。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女扮男装起来了？因为这样，显得更有杀气。行行行，你这把剑可是剑谱排行第3的铁马冰河，拿着它，哪怕你是3岁的孩童，别人见了都会觉得你杀气毕露。我听说你在来之前在东极海市府。是啊，我看到你爹了，他废话还是那么的多，你就放心吧。放心什么呀？谁要问他了？
谁在这个时候吹笛子？听着还挺动听，而且没什么敌意。那就好好听听吧，美酒配笛声，妙哉妙哉。哎，司空张峰，我去仙山前听说你要成亲了，你可有收到我的信？等我回来。哈，有事哟。大师兄，你这信可来晚了，他刚抱得美人归，猴急着呢。你信送来的时候，人家早就成亲了，现在女儿都抱上了。哎，喝什么酒啊？别喝了，这么不仗义。别呀，这么好的酒我不喝谁喝啊？可别浪费了好酒啊！你别生气了。自然是有人喝的。外面的客人要不要进来喝一杯？主人未请，不敢进。客人不曾说出姓名，主人又如何敢请啊？我的名字很普通，不如里面的各位。就算说出来，你们也未曾听过。他不像是魔教的人。百里前辈又未曾见过我，又如何判断出我不是魔教的人？因为你身上的气息太过平凡，而魔教之人总是自命不凡。主人允了，进来吧。遵命。我叫叶小凡，不知小叶兄弟来此有何贵干？叶某不才，也想加入雪月城，一起对抗魔教入侵。哦，加入雪月城可不简单。二师妹，试试招。等很久。女人这么冷可不好啊。是啊，这得全天下最暖的人才能降得住她。哼，有几分能耐？还没完。这剑法，你方才说你姓叶，其实我本不姓叶，可这叶姓从何而来？我们村里以前有过一个懒汉，一天到晚只在树上睡觉，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土匪，他就从他睡觉的那棵树上随手折了一根树枝，跳下来把土匪都打跑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了村里的姑娘们最想嫁的男人，好多小孩吵着闹着要和他学舞，但他只交给了我。不过，我从来没有管他叫过师傅，因为我希望有一天，他能做我的姐夫。这个人，便叫叶小凡。那为何你现在叫叶小凡？后来，他从村里走了，我问他我要去哪里找他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他说：“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”我就说我叫叶小凡，他定会来找我。你叫叶小凡，那他怎么办？他说他会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，以后便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你是魔教教主的徒弟。
小姐，小姐，我现在还是你们的小姐吗？小姐永远都是小姐，即便是教主，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也是会拔剑的。可曾经站在我身旁的你，为何也决定对北离拔剑呢？教主对雨季有救命之恩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和雨季一直觉得，无相使无法带领我们真正的打败北离，所以此前的行动我们颇有忧疑。但教主不同，在短短的2年时间内，他便整合了域外的32宗门。小姐也知道，域外32宗门在北阙时期便是独立为政的宗门，想要整合，更是不可能而为之。但教主做到了，他值得我们毕生追随。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，信奉强者，信奉力量，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英雄路？我父亲是，吴相是，就连你们也是。毕竟，每个人都向往美好，不想永远待在这苦寒之地。我们来此，本来是想要迎回小姐，但这句话还未开口，此事似乎就已经没有这可能。我不想看到任何战争，即便我承认，现在的叶鼎之的确可以带领北阙移民回到这片大陆。小姐的内心，我们一直都知道。可是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。我有私心，齐宣有私心，域外32宗皆有私心。小姐，你也有私心。哦，什么是我的私心？你的私心叫百里东军。韩毅，我认识的叶大哥，不会成为魔教教主的，他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想加入你们，亲口问问他的隐情。我听说今天下午，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剑客，独自一人击退了魔教的一次进攻，那人是你吧？是，我把他们都击退了，并且告诉了他们我的名字，叶小凡。我等他来找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雪月城的叶小凡。大师兄，怎么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就来了这么多客人？瑶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新年了，我去见了2位老朋友。别愣着呀，快坐。来，今天过年，不醉不归，喝酒，干！
今日乃吾教立为中原之日，望吾教众一雪前耻，不死不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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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主，教主。 谢剑仙许久未见，怎么游离到这里来？我并非游历而来，而是握剑而来。谢轩公子这是何意？字面上的意思。如今我乃山前书院新一代院剑，同时，也是一名剑客。家国有难，书生握剑。 这是魔教东征的号角，你们听。来这里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阵仗。谢剑仙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天地欲乱，以己身平恩仇。啊？我书读的少。 这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杀人。就这几个人，还想突围？是叶鼎之。我去通知其他人。好，追！左右护法，孤虚阵已布好，北离的人过不去。 祝教主旗开得胜，万天前起。云哥，长风，百里东君，你也定是来追叶鼎之的吧？这雾不一般呢。背孤击虚，一女可敌万人。孤者，高尚独尊之象；虚者，卑下虚弱之象。孤虚者，兵家战胜之密道也。孤虚阵。 你也知道，学堂大考时遇到过。当时天配天无做事，也就是诸葛无成，就是用了此阵，来围困我和云哥他们。诸葛无成，果然，这孤虚阵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阵法，随着诸葛一族的销声匿迹而失传。它乃兵家大阵，有兵家之气。可我带兵数年，这阵看着没有一点兵家之气。 反而是鬼魅异常，剑走偏锋就不是孤虚阵了，乃鬼阵。入阵者当如何？
这大白天闹鬼了。所见非所见，四处藏杀机。所见非所见，但所闻却是真所闻。当身边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出现的时候。这雾越来越浓了。祁连山上有着来自北离各派的人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里有孤虚之阵。祁连山，巧合吗？什么？我们要破阵。如何破？找阵眼。这是什么邪阵？必须得尽快破了它。这就是孤虚之阵吗？据说，这还不是诸葛家真正的孤虚阵。那就有如此玄妙了。诸葛家的孤虚之阵只应天道，而我们的孤虚之阵却可窃取天道。二位护法，还请速速入阵。谢轩，找到了吗？被我找到踪迹了。果然，照必破。通往此路，便可找到阵眼。是的。这孤虚阵原本是兵家之术，能在冥冥之中将气运引到己方心上，以此压过敌方一头。虽然魔教布的是鬼阵，但破解之法也大同小异。鬼道必主藏，这阵眼自然在这山间最能藏气处。在山的西北面，有一座绵延无际的群墓，葬着当时韩玄以及整个韩家军。韩玄欲反，却因兵败而被坑杀。这叶鼎之不是也要反吗？兵有兵器，兵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却越聚越深，自然便是山间的藏器之处。好，你可愿继续用剑旗为我开路？荣幸之至。果真是一把好剑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人间道理万卷书，我的剑叫万卷书。哈哈哈！有此好剑开路，必当得胜而归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去了，无人替谢玄护阵。他的剑正好又在为我开路，此时敌人来了，他可就得死在这儿了。你就待在这儿，待我破了阵，你便一直往东去，去阻拦你的好兄弟。可你一个人？放心吧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都是孤身作战。走了。不必担心，
北离兴剑，南蛮用刀，世间用枪者寥寥，以至于世人忘了，枪才是百兵之王。世间鬼魅最怕的，便是这枪。 来了这么多天，我觉得这里异常阴冷，原来是因为这些冰幕啊！一想到日日睡在这冰幕之侧，还真是有些不敬啊。在下司空长风，是世间一名浪客。 飘荡到此，见到各位英雄，没有带香，便以此根长枪作为一炷香，摇尽各位英灵。哎呀，完了！刚刚忘记问的死书上找到针眼之后该怎么办了？这么多分，难不成一个个得给他挖出来？啊？孤魂草。 我怎么看到针眼时闪了一下？有人接近针眼了，长老。无妨，接近了又如何？他破不了阵的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！听药王说过，这孤魂草多长在山野坟地之间，最喜欢土壤肥沃的地方，聚气之处应是最茂盛的。 我有一套枪法，名为惊龙变，是我师父李长生所教。今日我不用。我还有一套枪法，枪起翻云，枪落覆雨。今日我也不用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做司空千落。我很想她，所以我创了一套新的枪法，名为千落。 诸位将士，可看好了！长老，到底是谁的枪剑，竟能如此延绵浩瀚？司空长风，第1000枪，便送诸位将士魂归故林。
挣破了，杀！狼狈了，狼狈了！待会儿见到百里东军还有谢轩，一定要说自己只用了1枪，可不敢说用了1000枪啊！司空张凤，还活着呢，任务完成了。走了，走了。哎呦！多谢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定不负君之所望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！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哎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了，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。好了，兄长，我走了。哎，师兄。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，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。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。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，第2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你们暗河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
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河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河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，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力。暗河，魁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不会帮完忙把我们也杀了吧？放宽心，不给钱，不杀自己人。景轩，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刚刚送到。念吧。是。男爵大军此前所占之城，尽皆被琅琊军收回。虽然男爵兵马仍未退去，但已难成大事。胜。男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。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男爵，本就是不难之事。西面，西域乱民已被镇压，只是偶有流寇作乱，已不成大器，也是胜。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，委实有些浪费了。至于北面，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。是，陛下。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，虽然人数不如男爵，但却远胜男爵大军10倍有余，是真正的虎狼之势。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，又得贵人相助，请陛下放心。贵人？军报上说，贵人名叫君玉，是学堂弟子，拜师李先生门下。李先生？哼，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即便消失了这么久，余威犹在啊。那西北呢？那个地方呢？西北面也传来了信。这西北虽然派的是武林人士镇压，不过这无双城乃是开国皇帝御赐的武城，本就有护国之职。这军书怎会这般随意？回陛下，不是无双城发来的，是雪月城的司空长风。原来是朱雀使啊！这就不奇怪了。上面写什么了？上面说，魔教大军已被拦住，只有一人突围，正往天启城而来，让我们坚守皇城，保护陛下。哼，区区一人，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？哼，笑话。这个人叫叶鼎之。陛下，
锦仙，你怎么来了？看你神色匆匆，是否也是收到了消息，有人要来皇城刺杀姑？请陛下如听见，可暂避。不，陛下，锦仙觉得，此番他来皇城取姑性命，还要多久？怕是就在今日。白虎使和青龙使已经在青云台准备迎战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青云台会会他。既然他想杀姑，那就让他来杀杀看。来得好快。心剑有灵，他在害怕吗？不，是兴奋。陛下，刀剑无眼，还请陛下速速回避。来不及了。剑心主仙剑传人，好剑，好剑心。好强，他这已经到什么境界了？他其实比起李先生也未必逊色多少。明知我是来杀你的，你还不懂，真是大胆。姑坐得端，行得正，怎会怕你一个贼人？贼人？到底谁才是夺人妻子的贼人？宣妃早就嫁入姑的景玉王府，是你将她哄骗拐走，怎会是姑夺的？宣妃，易文君是我叶云的妻子，我们有约在前，有情在后。萧若琪，是你强迫她嫁入皇室，是你们北离。让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。叶教主，我实在不想跟你打，不过毕竟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皇帝给杀了吧？所以，来吧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叶鼎之，现在回头，还是正道。屁的正道，道法万千，何来唯一之道？我的道，就是守卫姑苏城外那个小草庐。你的草庐已经毁了，但是人还在，只要人在，就能重新盖起来。姬若风，你通晓天下武学，这个叶鼎之
如今这么强大，是否已入了神游玄境？不是神游玄境，只有修正道武学才是一品四境。此刻他已经入了魔道，已是四境之外。看如今神通，应该是鬼仙境。还有谁能拦我？阴中超脱，神相不明，鬼官无姓，三山无名，已是逍遥天境之上。某种意义上，可以和神游玄境并驾齐驱，只不过是入了魔道，陷入了心中的执念。所以，虽然看似强大，却充满阴邪之气。我所见入魔之人，都是失了神智的，为何这个叶鼎之看起来这么清醒？看似清醒，却被执念所困。若是国师未出天启云游，今日还有可能解他执念。不过万事没有如果。你的功法竟能压制我的内力。北离朝中居然也有人练过虚念功。你错了，传于北阙的是虚念功，而留在北离的才是虚怀功。两门功法一脉同源，本就相生相克。你真气受损，就被我占了先机。此战是你败了。相生相克，那是建立在你我境界相同的情况下。如今，你不过才迈上高山，而我已在云中。你比起你那被困在皇陵的师傅卓清，还差得远了。当年岳风城和百里东军同时将内力注入我体内，被我一人所受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与我比拼内力？抢了我的内力，还这么沾沾自喜？谁？无妨，是镇西侯的孙子，百里东军。你来了，好久不见了。没有我以为你不在的那10年久。不过，那10年虽然你不在，但我们的心还是在一起的。可如今，却是背道而驰。所以，你终于要对我拔剑相向了吗？来吧。哈哈哈哈哈！百里东军，当年你随若风来到天启时，孤在城墙上看到的，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。现如今，倒真有一副侯府公子的模样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莫要踏过此剑，叶鼎之的事我来解决。云哥，回头吧。所有被魔教杀害的百姓都是无辜的。云哥，我不想对你出手。
我长大了要当白羽剑仙，我长大了要当青云九仙，我长大了要无拘无束，行侠仗义，我长大了要一心酿酒，和你一起快意江湖。哈哈哈哈！ 19年前，杏花也是开得这样好，你那时贪凉，早早便换上了薄衫，却没想到被一阵倒春寒给吹病了。我说待你好了，同你，同文君，我们一起去赏杏。只可惜世事无常。 便没了机会，一直有些遗憾了。如今时光正好，我们便一同去看这场杏花。云哥，想想那些无辜的百姓，回头吧。童君呀。 我想要为我自己活一次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便打到你回头。相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没有真正打上一场。听说那日你功力尽失后。 便觅得了良机，我也想看看。他比秋水诀更强，这是我自创的内功，名为垂天。很好。谁？ 师兄，师妹，好久不见。我听他们说，自我走之后，师兄就自请去了木良城。这是……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。师兄。 我好像听到了琼龙月的剑鸣，是他，对吗？是他，他回来了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世上竟然同时出现2位少年英才，如若他们未曾背道而驰。 那北离的江湖五蕴，将彻底压过南绝百年。2人的对决，看着虽然眼花缭乱，可分明叶鼎之已经占据了上风。若百里东军败了，我们便只能继续以死相拼，谁都逃脱不了。 2人此刻只是彼此试探，并没有挥出至强的一剑，高手胜负，只需一剑。我在等那一剑。 我今日这壶酒名为须臾，是我初入江湖时所酿的。
鼎之，所谓须臾，便是生死一念间，进退一念间，天下一念间。我此剑传师父仙人之风采，你可看好了。我这一剑，乃东岳虎鞭，师父赴死一剑，非仙，非魔，不死不休。我从未见过世上竟有如此绝望之剑。这便是你方才说的叶鼎之最强的一剑。你方才有机会不败的，那么现在轮到你了。师父，我终于找到我的大道了。猎人，你站住！还没完。我的道，我找到了。我要这世间的正义永不妥协，我要这世间的污浊变为清澈。路行此处永安时，偏要劈石开出新路。大道朝天，我看谁敢拦我！也罢。
为剑柄，你身为剑身，拳为剑手，指为剑尖，这是以人为剑。陛下，最后那一剑，奴才也没有看清，但从形势上来看，百里东军胜了半招。云哥，百里东军，何苦呢？来人，擒下叶鼎之！陛下，来了。800里急报到了，师兄他赢了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？赢了是好，但他把叶鼎之带走了。哎呀，我早就料到会是这个样子。若是早的换我去啊！算了，换我去我也打不过叶鼎之。大师兄为什么要把叶鼎之带走？因为他认为还有机会矫正错误。可很多人因为叶鼎之而死，或许不是他杀的，但因他而死。我只能说，根源在更深处，不在叶鼎之。那些在南境、北境中战死的士兵，那些在与魔教交战中死去的江湖人，他们和那些恩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死去的是他们？每个人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叶鼎之一样。说得好。说得真好。李姑，李公子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说得特别好，特别有我们暗河的风范。要不然你换个姓吧，叫苏寒衣。我们苏家欢迎你。谁要去你们那儿当刺客？当刺客有什么不好的？对吧，沐雨？一个人杀不了叶鼎之，我与你同去。这信上都说了，天启臣2大守护李新月和姬若风联手都撑不过1炷香的时间，你们能行？那加上我们够不够啊？天山派王仁孙，无名剑叶小凡，无双城宋叶回，还有望城山王一行。不是，他
他们几个我理解，王一行你怎么来了？你以为我想？师门有命，我不得不来啊。去吧，要保重啊。其实，很久以前，他还住在姑苏城外的时候，我曾碰见过他。那时我还小，自己偷跑出雪月城游历，他教了我几招剑招。我问他，他是谁？他只说自己是江南的游侠。我那时很仰慕他，就像当年的叶小凡一样。但有些事情，错了就是错了，是无法回头的。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我与洛清扬约定，离开天启城后，我们分两路南下，在姑苏城相见。之后，允哥带着文君隐居，我们另做打算。如今战乱四起，北蛮和南爵都响应了魔教之事，只要允哥不出现，真的可以那么简单吗？北蛮和南爵都有自己的目的，叶鼎之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。如今北离三面是敌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轻易退兵的。你半招胜了他的时候，你是北离的英雄，可你背上他逃亡的时候，整个北离的剑都会指向你。不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会放弃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嗯。如何了？教主败了，败了，败给了谁？百里东军。然后呢？探子说，百里东军带着教主一路南下，但具体去了哪儿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南下？莫非是男爵？不是男爵，爹爹一定会去姑苏城的。其实爹爹不想做什么宗主，他只想回到那个草庐。还是个小孩子，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你还是个孩子，这些事情就交给我们大人去想吧。
些内功高深，还是小声点为好。叶公子想要同我说什么？你应该猜得出来吧？我听说过很多种入魔的形容，却从未见过你这样的。神志清醒，良知也还在，这入的是什么魔？魔头不应该都是失去理智、大杀四方的吗？这魔本就在一念之间。之前的我不在乎天下苍生，更想杀尽所有与我为敌的人。在正道看来，我怎么不是魔？东君，他想要救天下，又想要救我，这不是正道，也不是魔道。那是什么？是他自己的道。但他的道再大，我也注定无法与他并肩而行。我走了，你不必白费力气拦我，我也不想伤你。可你的伤无妨，东君没有下死手，更何况你也应该清楚虚念宫的自愈能力。好了，等他醒了之后，带着他往西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不要再同我有任何干系，我会用我的方式终结这一切。好香啊！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没下雨，你为什么打着伞？是伞，也是武器。传说中的18剑阵，对吧？我倒是挺想一见，只可惜我是想作为你的对手见到。你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！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说想跟暗河的纸伞鬼交手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吗？我想和天下任何一个厉害的剑客交手。也对，李姑娘，李公子以后定然是能成为剑仙的，毕竟你还曾2次问见过我们望城山。哎，你看这桃子眼熟吗？这是我们玉珍种的呀。是我多言，是我多言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兄台。现在可不是吃桃子的季节啊。那可不，我们玉珍在望城山上布下了一个阵，1年4季都可以吃到桃子。偌大的一座山，说布阵就布阵，
那看来你这位师弟可非同一般呢。李公子，来，接着。要吃可就快点吃了，说不定这是你这辈子吃的最后一个桃子。来的居然都是一些故人。好久不见。徐堂一别，是好久不见了。但我不会后悔今日一见。叶大哥。 除夕那天，我去了，本想见见你，还是算了。此前你说后会有期，如今又见面了，我很开心。 当年一见，风姿灼灼，本想着向你问剑，可以胜你一招，却未曾想是和那么多人一起过来杀你。人生在世，又有多少事是可以想得到的呢？ 暗河的杀手，我听过你们。听说你开始转伞柄的时候，就是要杀人了。无产！啊！师傅，叶大哥出事了，我去。无产呐，万事有因，必有果，这是他自己的因果。真是我要杀的人里面最难杀的。谢鼎之，现在总还来得及。
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咱们这一群7个人，就你我加上这个油盐不进的李寒一想杀他，我们暗河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他旧伤未愈，还不是时机。那是最后一剑的机会，我留给你。这招叫什么？这一招叫沐雨。果真像一场漂亮的剑雨。我师父留给我的旋风剑，也曾经像这样，可惜现在他不在我的身边。剑刀一用。 瑶儿，你应该拦住勇哥的。他执意不想连累你，要和你分道扬镳，你就算醒着也拦不住，何苦内耗，让前来追杀的人渔翁得利？东君，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的决定的话，那个人只能是易文君。玉。 季若风，你不好好养伤，跑来做什么？我这一路看到了很多门派被灭了门，很多百姓被无辜杀害，乃是潜入北离的魔教教徒所为。虽说不一定是叶鼎之的旨意，但终究和他脱不了关系。你若是救他，那就是和整个北离江湖为敌。可你代表的是学堂，是雪月城，是北离正道。 虽说老祖宗没有给我指示，但我有必要来阻拦你。那你试试。你以为你是在救他，殊不知你这么做只会害死他。可以。虽然叶鼎之入了鬼仙境，但他对所有在乎之人仍有感情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那他就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恩赐，因为他现在是世上罪恶之人。而如果你救了他， 就等于把自己推入深渊，置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所以他绝对不会让你救他的。你想带他回南绝，他就一定会留在北离。这么说，你能懂吗？那按照你的建议，我该如何做？让叶鼎之自己战，自己逃。倘若他赢了北离江湖，逃回了南绝，那是他的运气；倘若输了，死了。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和你百里东军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做的够多了，错的也够多了。虽说世人有愧于叶鼎之，但叶鼎之也已经复仇于世人。他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他只能做一个魔头。而你，若是强行走上这条路，那你就不配是学堂的百里东军，雪月城的百里东军。你的师父古尘、李长生、南宫春水。 都劝你此生要随性而行，可随性而行不是任性而行，就走到这里吧。不然这次我不会再有半分保留，定与你死战。月瑶姑娘，你觉得我此番话说得如何？依我看来，自然是希望东君一切平安，便是挥一挥袖子。 回到那雪月城去，但是现在的我呢？我决定听东君的。东君说走，我就走；他说打，我便打。堂主想要死战，若我们2人联手，你便只剩一个死了。
哼，月瑶姑娘，还真是令在下钦佩。我可以接受很多事，但绝不能接受云哥被杀死，绝对不能。只要能先将他护下，剩下的事，我和北离的皇帝、北离的各大门派去谈。你说的太容易了。有人来了。叶教主好武功，你以为你找到了最好的机会，可面对我，你没有机会。不，我始终知道，机会还没有出现。这才是机会。似乎是演练千万遍才能有的和气，可却又有第一次拼尽全力使出才有的决然。或许这就是剑客之间的默契。我曾经也想成为这样的剑客。老王，对不住了，刀断了。我说了，你们躺。我在血剑里藏了一道剑气，你再不想办法，他就要把你的五脏六腑搅碎了。他在用功，想要逼出那道剑气。快来个人，过去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就行了。没办法的，那一剑我们二人谁都没有留后手，机会就是这样，从来都只有一次。不等，我们还有一个人没有动手。